陈平不等式平反了，奥巴马的逆天言论也漂白了，现在连将军的恩情也快还不完了。朝鲜曾说中国生活水平世界第一，自己第二，美国人水深火热，你以为跟你闹着玩呢？今天大年初一，元仔给各位拜年了，贺岁宠粉，核定本奉上。我们来完整盘点回顾下这场2025年初发生在蓝星上的旷世奇景——美国无产阶级诉苦大会。首先是未曾设想的道路，养4只鸡是资本主义，再想多养，那可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要被割尾巴。美国博主艾瑞克老哥在小红书发视频和中国网友分享自己养的4只鸡，还调侃自己这是在交鸡税，并说了当地的鸡蛋行情价12个6美元，直言非常贵。评论区有网友就建议你养的太少了，鸡蛋既然这么贵，多养点，做大做强。没想到艾瑞克回复很不幸，我住的地方只能养4只，还附上了一张北达科他州 Fargo 的当地法令，上面明文规定最多养4只，不能养公鸡，鸡舍不能出现在前院影响市容，每年还要到市审计办交10刀管理费。这一刻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李子柒在外网能那么火，因为他拍的全都是非法刺激的事儿啊，什么收集雨水、挖土种地、养满地鸡鸭鹅。美国人看李子柒相当于我们看禁片，要不是强他了现身说法，打死我也想不到原来他竟是法外狂徒李老七干中学。博主的这个回应让中国网友非常吃惊，都什么年代了，咋还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呢？美国所谓的自由在哪里？艾瑞克补充道，现在的阶级斗争形势严峻，亿万富豪控制着所有食品生产，鸡主要由泰森家族控制，贵不说，还味道差，营养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非常落后，其他文化很难理解。对于东大百姓来说，难理解倒谈不上，但节目效果属实是意料之外。这次大洋彼岸的扑面而来，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当珠海航展机器狼叠加后来的几架24款老旧战机接连亮相，我们嚣张调侃，现在中国有钢铁了，希望你们最好也有钢铁般的意志。然而放完话不到1个月，网友们破防了，他们还真有钢铁般的意志，比如下面这4个字：衣架堕胎。郭德纲诚不欺我，大铁棍子医院童主任在这个世界上原来真的存在。这个事实甚至在美国网友现身说法后，我都一度下意识认为绝对是编的。他并不是只用衣架来使劲捶打肚子来达到堕胎的目的，而是说剪断衣架，并用一块布包裹一头，形成一个简易的硬质刮削器，然后伸进体内搅动，直到胎心停跳。这事儿也就是美国人来亲自说，不然哪怕是心底最阴暗的黑子，故意给美国泼脏水，都不敢编出这么离谱的情节。把女性逼到这种地步，得是个怎样可怕的社会和制度？老实说，衣架这东西在中国确实也是打孩子用的，但那是属于鸡毛掸子的平替，可不是你这么个打孩子呀。人无法凭空想象出一个自己认知之外的东西，比如之前美国媒体抹黑我们的角度总是令人费解，说什么中国寄宿制学校是种族灭绝，中国人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俩词儿你是怎么联系到一块的。直到后来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寄宿学校挖出大量原住民儿童的尸骨，这个残忍的方式在不少美剧中都出现过。艺术源于生活，虽然中国人闻所未闻，但在美国那边深入人心，也因此衣架成为了反堕胎法案天然的标志。美国女性示威游行时，人人手里拿一个。说到堕胎，咱们就再多说一嘴。美国法律不让堕胎，看起来是宗教原因，但实际上是因为关乎了资本家的利益。你把韭菜苗掐了，我以后还怎么割韭菜？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强奸的，一旦怀上就得生，而且生了就赶紧回来工作。坐月子那是社会主义才有的陋习，剖腹产3天就得来上班。以前公知宣传欧美女性身体好血槽长，坐月子不科学，现在才知道你敢不上班，他就敢辞你，穷人根本没得选。要知道，联合国都建议产后不要立刻工作，身体得有恢复周期，甚至在名著《母猪的产后护理》一书中，都建议让佩奇他妈在生完崽后休息7天，就这人家还是顺的。和美国网友接触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如果他们描述的一件事儿大开大合，完全没有逻辑，那大概率就是真的。因为造谣往往不会太离谱，只有现实不跟任何人讲道理。最典型的就是卖血。谁能想到都2025年了，西大还有大量底层民众需要靠卖血这样的悲惨方式维持生活。哪怕是余华笔下的许三观，一辈子也不过一共才卖过12回，可万恶的资本主义他竟然抽血都用上了互联网思维，新用户首抽有奖励，老用户登录就送10连抽，10次还一次比一次给的多，让你抽血抽上瘾，少卖1次都让你觉得赔。这不是玩笑，是美国血站明码标价的促销活动。法律规定每人每周最多卖2次，每年最多104次。血站选址也堪称定向扶贫，一般只会建在贫困社区周围。卖血被视为公民的一项合法收入来源，因此也需要纳税。拼夕夕同款激励政策叠加国家层面的产业扶持，美国就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大血包。以前说东大用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现如今西大仅用4%的人口就供给了全球70%的血浆，横向一对比，还是西大够狠。
最让我觉得抽象的一点是，美国民众不仅不觉得卖血为生有什么不好，反而还从中看到了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为了卖血你不能吸毒，丧事喜办以卖窒息，两难自解。2010年4月15日，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的采访，他说，如果14亿中国人都过上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那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这句话，关海被骂了10几年，直到最近大伙才发现此人的用心良苦，过上这倒霉日子不算灾难，那什么才算灾难？还有个事儿也只能用震惊2字形容，那就是强制性爱国。美利坚的恩情还不完，以前总觉得什么大街上挂国旗、星条旗衣帽都是出于自愿，一对账发现合着你美国也有年近10岁的慈祥老艺术家。美国网友问，您听过效忠誓词吗？我们从1年级到12年级，每天早上都要在学校宣誓爱国，具体操作是每个教室一面国旗，全体学生起立，盯着国旗并把手放在胸口，然后说，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旗以及其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国家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按照行为心理学，越缺什么越是会大力宣传什么。美国没有主体民族，没有历史厚度，对大分裂的焦虑时刻在线，每天法定强制集体礼拜，如果拒绝效忠，像11岁佛罗里达男孩那样干，立马警察就会上门来抓你。这种强度可不止学校，在体育馆、健身房、证券交易所门口，甚至给流浪汉的物资上都能看到。还有美国向外输出文化的影视和游戏，都能经常看到星条旗。上有总统按着圣经宣誓，下逼着民众必须誓死效忠，政教合一的烈度，伊朗看了都摇头。大家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会看到有人调侃朝鲜民众激昂的热情，殊不知真洗脑还得看美帝。但一边是洛杉矶大火，房子烧了，但房贷还在；一边是朝鲜地震，老百姓被将军接去平壤玩，还帮他们盖房子，到底哪边发达呀？我们把视角拉开，横跨人类1000年历史，如果将1215年罗马教会在第4次拉特朗宫会议上允许收取利息看作是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形成的标志，那么很容易发现，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吃人不吐渣才是主旋律，而像上世纪2大阵营玩了命的比拼生活水平，搞厨房论战，关心日子人吃喝，确实是资产阶级大革命走的一段弯路。苏联解体后至今，美国的表现和民众被压榨的现状才算是重新拨乱反正。最后，在这场民间大对仗运动中，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中国。要知道，这次蜂拥而至的可不只是美国人，全世界的 TikTok 难民都争相来访，但不管打哪来的，中国的网民都能拉上你聊上一嘴，而且很多时候还不是简单的泛泛而谈刻板印象，话题很有深度，比如跟智利人探讨阿联德，跟秘鲁人讨论前开港，和哥伦比亚人聊加布里埃尔，甚至连布基纳法索这种没啥存在感的小国都特别惊喜，中国朋友居然知道桑卡拉。再小众的国家，也甭管多么小众的话题，群众里头都有高人，网友们真是见谁都能帮你翻翻户口本。这一刻，中国的精英式义务教育闪闪发光。老外们谁能想到，这墙塌了才发现，原来这个星球上一直有个上古真神，早就蹲在角落里暗中注视着全世界。